Hello，大家好，我是阿金志。最近更新慢了点，因为我在赶图床2.0的版本。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新更新的图床2.0。老规矩，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我在文章中放了这个项目地址，大家可以直接在这找到项目的地址。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我更新了这个项目结构，然后主要的更新内容的话，就是把 UI 给美化了，然后新增了用户注册和个人信息管理，最后我把配置信息也做了一层权限加密。这样的话，我把老版本也上传到了这里，新版本、老版本都已经上传上去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载对应的版本，然后部署。这里的话也顺便说一下，这个是我第一个项目，然后我也会不断的优化和更新下去，希望大家能帮我点一个 star， 顺便也帮我这个视频点一个赞吧，感谢大家。OK，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教程。因为我们的站点是静态页面，所以我们要借助这个 Supabase 来实现动态的用户注册和个人管理。我们先要去注册一个账号。我们这里可以直接通过 GitHub 来登录，授权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保持它默认的免费计划。名称的话可以自定义啊，然后我们这里就默认吧，点击创建。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要创建一个项目，计划的话就默认这个计划，项目的话我们可以自己自定一个。然后密码设置一个，然后创建我们的新项目。OK， 这样的话就基本的设置就设置好了。我们现在需要去给我们的个人信息创建一个 profile 的表格，然后这个的话有基本的一些配置，然后主要的话这个 ID、用户名，然后你的头像地址，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手动去创建。手动去创建的话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手动去创建一个。然后的话，这里为了方便大家操作，直接用这个 circle 命令来创建回来。circle 命令通过这里来去创建，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然后粘贴进去，运行。OK， 它提示成功了，我们可以回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它就有了，对啊。但这里注意的一点是，如果你通过这个命令去创建的话，我们要手动去开启一个 RIS 权限，在这里去编辑一下。如果你手动的话，它是默认开启的，我们这里保存一下。OK， 我们设置成功了。下面的话，我们要去给自己的这个表格加一点权限。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circle 命令行，我要去保证这个表能被自己访问，然后运行一下。OK， 成功了。然后再要运行一个触发命令。当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它会自动把我们的信息填到这个表里面。
们也直接去暂停运行就可以了。OK， 这里也成功了。现在的话，我们还要去配置一个 bucket 存放它的头像。我们到这个 storage 里面，然后这里新建。新建的话，我们名称用这个。如果代码不想去变更的话，这些名称都跟我一样，这样的话就不用去改代码了。这里我们要公开一下，方便我们访问。我们直接保存。OK， 这个就创建好了。然后我们还要去加个权限，保证我们能去改头像。然后运行一下。OK， 也成功了。到这里的话，我们整个 Supabase 的配置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最后要去获取它的 API， 然后我们要部署到我们的代码里面去。然后这个是 URL 项目的链接，这个是密钥，然后我们要保存一下。好，我们这里来新建一个文档。好，保存下来。OK， 等会要放到我们的代码里面去。OK，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可以就先不管了，我们要去到我们的 GitHub 去更新我们的代码，去打开我们的 GitHub。我们找到我们的项目，我们的项目在这里。之前我演示的话是 fork 的方式，这里的话那就直接更新就可以了。我们来更新试一下，让我们更新一下。OK， 我所有的项目的更新代码就都过来了，看到吧？最新的格式，然后这里也同步都更新过来了。这样的话，如果你用 fork 的方式，那其他的就是很多操作都可以省掉，因为这里的话就比较方便。如果你没用 fork 的方式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去我的项目去下载最新的代码，然后手动的更新到你的 GitHub 的项目里面去。然后现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再去维护一下最新的配置文件，在这个 public 里面。config， 这里需要修改你的 worker 地址，这个后缀 config 就保持这样就不变。然后我们需要去我们的 Cloudflare， 这里这样看舒服一点。我们回到这里，然后这是我们的 worker， 对吧？然后这是我之前设置的我的域名 worker 的域名，然后我们把这里改一下，把它改成我们的域名。在这里要编辑一下。OK， 我们在这里面编辑一下这个文件，把它改成我们的地址，把它改成我们自己的 work 地址，然后保存更改。
OK， GitHub 的项目就这么简单的配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要去对 Worker 进行一下更新。我们先要去更新一下这个 Worker 的代码。Worker 的代码的话，这里有最新的，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然后再到 Worker 这里面来，把代码更新一下。然后选中，把它删掉，然后把最新的复制进去。这里的话，我把外部所需要的参数变量都放在了 Worker 里面去配置，那我们外部直接调用就可以了，这就避免了我们的重要信息外泄，对吧？然后我们这里要编辑一下这个允许的来源，这样就是对我们的 config 文件加了一层权限，只有这些地址直接去访问的话，才能获取到我们这些数据。然后这里的话可以进行多地址的设置。我们这里的话主要是针对我们的page地址来去做访问。然后我们回到，我们重新打开一个吧。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page文件，应该是这个。我们可以来尝试访问一下。没错，这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简易版本。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域名放进去。只有当这个域名访问的时候，它才能获取到我们 config 里面的配置。对，这两个的话就无所谓，或者你可以把这两个删掉。只有这个地址能访问的时候才可以。然后我们部署一下。OK， 版本已保存。我们现在返回到 Worker 里面去配置变量。这里的话，之前这个访问路径已经配置过了，那我们就不需要新增了，我们添加其他几个变量就可以了。我们先来配置一个 Worker 访问地址。直接复制过来。我们的 Worker 访问地址就是这个 img， 就是刚刚在这里配置的。就是这个地址。但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地址要注意一下，前面必须加上这个协议，然后部署。OK， 然后我们再去添加 Supabase 的相关参数，先把它的 URL 添加进来，然后我们把刚刚保存好的复制过来，粘贴进去。然后再把密钥也配置进去。部署。OK， 最后再配置一个最大上传文件数量。这个的话，大家自定义就可以了。
OK，到这里的话，我们整个项目就基本配置完成了。最后我们还要到我们的配置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构建方式。我们可以到设置里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目前的构建输出是空的，就是默认路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项目的结构已经变更了，我们放到了 public 下面去，对吧？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更新一下，我们直接在这里编辑就可以了。然后输出目录改成 public， 然后保存。如果你是新建项目的话，那你在构建的时候，在输出里面就要输出 public 的目录，它才能去识别到我们的代码。然后这里我们设置完成之后，我们要去重新部署一下。我们点击管理部署，重试部署，然后它会重新去发布。这里步数异常了，它找不到这个 public。让我看一下这里的存储库不对啊，这里我之前绑定了一下自己的，让我们重新部署一下。我们回到这里，我们重新创建一个 page。我们通过这个来去部署。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要输入 public。OK， 这里的话就部署成功了。我们可以去访问尝试访问看一下，现在可能还没更新出来。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继续处理一下。我们可以先自定一个域名，我们设定一下自定义域。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我来试一下，给你们测试一下最新的域名吧。回到这个主页，最新的这个域名。我们添加到这里来，然后继续。然后因为它是2级域名，所以我们需要手动去配置。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回到这里，添加 DNS， 创建 CNAME， 然后保存一下。我们现在这里刷新看一下，还没出来吗？啊，我知道了，我们没有把这个域名放进去。等一下，先回到这边，它还没更新。我们可以先把我们这个域名更新到我们的那个 work 里面去。把代码编辑一下。
这个代码刚刚应该有点问题，没关系，先把它复制一下，把这个应该删掉的。把这一个粘贴进来，我们重新部署一下。OK， 我们等它更新，这个刷新看看。哦，活动了，我们直接来访问这一个。OK， 成功了。我们把我们这条域名放到这个页面里面去，给它加了权限，它就可以访问了。这就是我们最新的 UI 界面。这样的话，整个部署就成功了。我们来尝试去使用一下。这里的话会提示你去登录和注册，最开始肯定是没有的，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下。我们呢，用我们的邮箱。自定一下密码，密码随便设置就可以了。OK， 注册成功了，我们需要去验证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邮箱。OK， 这里它有个激活。这里的返回的地址有点问题啊，到时候再优化一下。我们回到这里，应该是注册成功了，我们重新登录一下。OK， 这样就成功注册了。我们把这里关掉。这里面看一下个人信息，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头像。用户名的话，你如果前期没有，它就是空的，可以自己编辑一下，然后保存一下。我们回来刷新一下，然后它这里的头像和用户名都改了，更新出来了，看到了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图片列表，目前的话是空的，我们来上传一个。我随便上传一个。OK， 上传成功了，它会显示你的链接和图片，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去访问一下，能正常访问的。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它的列表。OK， 这边也会有了。我们再重新访问一下，看看刚刚怎么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错误。这个先不管吧，后面我再调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 bug 在。最后的话，我刚刚忘了提，我可这里的话，现在我正常调试，然后做教程的话，都会用这个2级域名来做测试嘛。但是现在很多2级域名是存在滥用的情况的，所以稳定性会比较差。一般的话，我为了演示，都会在代理环境下去操作，所以会避免掉部分的异常。之前很多粉丝反馈的异常问题的话，也大多数都是2级域名的问题，因为它会存在一个干扰，导致访问异常的情况。特别是在国内的环境下，如果想长期使用的话，建议还是自己买个自用的域名，会好很多。另外顺便再提一下，我的教程的话，尽可能的详细了已经，但很多之前讲过的
知识点，就比如说你去自定义 DNS 啊之类的，对吧？创建 worker、创建 page，之前的教程里面都多次的提过了，所以我在后续的教程一般都会简单的带过。但如果说新的内容，就比如说你的新的 Supabase，我会从注册开始，带着大家来去操作，对吧？如果你跟着教程部署失败了，我希望你先去对照着视频和文字教程去看，确认每一步都一样，没有问题，对吧？其实很多问题你可能就是错了一个字母啊之类的，既然这个东西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差异都可能导致你部署的失败啊。另外的话，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一起来交流，因为像很多自媒体上的一些回复啊评论，我可能不能回复的比较及时，大家可以通过加入交流群或者邮件给我都可以，我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你们一个回复。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UI，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跟我讲一下。OK，那我们的教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